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里，我想和你分享4个非常有用的学习中文的网站和 App。其实我很早之前在播客第9期里就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当时那一期里推荐的 App 或者网站都比较实用吧，比较实用主义。那这一期尤其是我会推荐的最后一个 App， 其实是我觉得很有趣，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别的学习中文的博主推荐的一个 App， 所以一定要听到最后，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你认为这些网站对你是不是有用，或者你曾经有没有用过这些网站。当然我推荐的这4个工具其实都是面向于中文母语者的，所以可能对你的中文水平会有一些挑战。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听我播客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是在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水平了吧。那在这样一个水平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自己能够沉浸在这个语言的环境里。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在中级的这样一个水平，还是应该开始让自己沉浸在母语者的环境里。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中国生活的话，那也应该慢慢的开始尝试母语者所使用的网站也好，工具也好， App 也好，来让自己真正的熟悉现实当中的中文母语者他们所处的那样一个语言环境里。当然也有类似于我这样一个播客或者其他类似的播客，在 YouTube 频道上有很多高质量的适合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中文学习者的资源，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去真正看那些不是为了学习而制作的资源，而是为了母语者而制作的资源。所以这期我推荐的4个工具4个网站都是面向中文母语者的。第一个的话呢是哔哩哔哩，这个我在第9期播客里也有聊到，也许你也有听说过，毕竟哔哩哔哩在中国现在是最大的视频网站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学习中文的话，你的老师一定提到过这个网站。那哔哩哔哩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面向于2次元，也就是喜欢动漫或者游戏的那群人所创造的网站，所以他们现在的整个设计的风格也都是偏向于2次元的风格，比较可爱，对吧？用日语说就是卡哇伊的那样一种设计风格。但是呢，他们现在的整个网站上的视频，它的多样性已经是可以和 YouTube 来做对比了，虽然只是说中文的视频。那你去哔哩哔哩的主页上，你会发现它主要还是以动漫呀动画为主，但是它也有许多比如说和音乐相关的
和纪录片相关的视频，有电影、电视剧，关于美食的视频，关于科技，关于电子产品的视频等等。尤其是电子产品嘛，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相关的很有意思的视频可以去看。那对于哔哩哔哩上第一重要的资源，自然就是各种各样有趣的视频。那除了视频之外，视频里的弹幕也很有意思。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的梗，可能我都没办法理解，所以也不用太去纠结啊。万一我看不懂弹幕怎么办？这个弹幕我真的不懂什么意思。因为可以说哔哩哔哩它自己有一种天然的社群 community 的感觉在里边，所以他们会用很多的梗，很多的黑话。那除了弹幕之外，评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练习中文的渠道。有些视频下面的评论会有人写的非常非常的长，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呀，自己赞同或者不赞同视频里提到的观点，所以在练习阅读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如果你恰巧对动漫或者动画，中国动画感兴趣的话呢，在这个上面的动漫或者动画的视频，大多数都配有中文字幕。但很可惜的是，英文字幕的情况会很少很多，但是至少中文字幕是有的，所以也对于喜欢动漫或者动画的朋友，哔哩哔哩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听力的渠道。最后一个关于看面向中文母语者的视频来学习中文的一个建议吧，就是不用太纠结自己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视频里的内容。如果你能够理解50%的内容，那你就应该继续通过看这样一些视频来练习中文。因为如果你能够理解大概50%的内容的话，就说明你至少是能够通过这些视频得到一些乐趣的。那与此同时，你可以通过学习自己不知道的或者不熟悉的单词或者语法，来潜移默化的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所以这是一个对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中文学习者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渠道。那第二个 app 或者说工具叫做微信读书，它本身是一个读书的一个软件，就像它的名字所表达的那样。那它是由腾讯开发的，那腾讯就是大名鼎鼎的微信背后的公司。那微信读书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中文的书籍。虽然不是100%的书都在上面，但可以说90%的市面上的中文书籍你都能够在上面找到电子版本，并且这些版本都是和这些书后面的出版商去做好了版权方面的合同的，所以也不是盗版书籍，全都是正版的书籍。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导入 TXT 或者 Word 的文档来看一些内容，但微信读书上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中文书的资源。那第二个微信读书非常好的一个功能，那就是听书，也就是 audiobook。 微信读书它本身不是一个 audiobook 的 app， 所以上面的听书的功能所生成的声音都是由 AI 生成的。
但是怎么说呢，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好。并且我尝试着去听了一下用 AI 生成的听书的功能，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差。自然它是没有就是像我这样或者刚才在哔哩哔哩提到的一些中文母语者制作的视频里那样的自然的语调，但是当你看着一些中文的书然后去听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这样一个熟悉中文汉字发音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那微信读书的话，只要你有微信的账号，那你就可以用微信读书。当然你需要每个月付一些订阅的费用，但是非常的便宜，所以微信读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拿来学习中文的工具。那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书是适合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中文学习者的话，可以发邮件告诉我。我之前写过一封 newsletter 推荐适合中级以上中文母语者阅读的中文书籍，所以我可以把那一封 newsletter 转给你。另外一个微信读书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在所有的平台上都有支持的版本。在手机上你可以下载 app， 在 iPad 上你也可以下载 app， 然后在电脑上你可以通过网页版来看上面你存的书籍，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平台你都可以基本上是实时的同步你阅读的进度。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方便。那第三个工具或者说网站叫做少数派。少数派，我会在 show notes 里把这个网站的网址写出来，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网站没有我刚刚提到的哔哩哔哩以及微信读书那么有名，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好的点在于，在这个网站上有很多不同话题的文章，有点类似于西方世界里的 Medium 这样一个网站吧。那如果你可能不太喜欢开始读那种非常长的中文的书籍的话，那在少数派上就有许多由真实的中国人去写的文章。那文章有长有短，但长的也不会非常长，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很不错的练习中文阅读的材料。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网站上发过一些文章，也收获了一些粉丝吧。所以从写作者的角度，我也觉得在少数派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真人写的，不是那种 AI 生成的文章。然后在这个网站也有非常多的编辑，他们会去精心挑选一些有内容有深度的文章，然后放在他们的首页。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读透一篇文章，对你的中文学习来说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最后一个工具你绝对想不到，也是我一开始想做这一期播客的原因。那我想推荐的工具叫做下厨房。下厨房，这个下厨房字面的意思就是去厨房里做饭的意思，所以你也知道这个 app 它上面有的内容就是和做饭相关的。那下厨房这个 app 它上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菜谱，这些菜谱
有那种所谓官方出的那种中国饮食的菜谱，但上面更多的其实是真实用户创建的菜谱。所以如果你对中国饮食感兴趣的话，这个 app 可以说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你既可以通过阅读上面的中文内容来练习自己的中文，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 去学习真正的中国人都是怎么做饭，都在吃什么。那在上面的内容一般有2种，一种是视频，一种是图片加文字。图片加文字的数量会更多一些。然后像这种图片加文字的菜谱，一般在开始会有一些关于这个菜的介绍，然后呢会告诉你需要哪些材料，包括比如说鸡蛋、盐、花椒等等，然后你需要多少，然后呢会给你一些很详细的步骤加上图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图片其实就告诉你这个下面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内容，来帮助你增强自己对于这些单词的理解。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评论区，一些比较受欢迎的菜谱下面有很多的评论，有些评论就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谢谢分享，或者我尝试着做了一下，味道不错，这样一般的评论。但也有一些不是很理解菜谱里的内容，然后他会问，你这一步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用盐而不是酱油等等？那这样你也可以去学习在不同的情况下怎么去问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很搞笑的评论，读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中国美食感兴趣的话，这个 app 可以说是你学习中文完美的一个app。然后我个人的话，除了有时候会有目的性的去上面找一些怎么做某道菜的菜谱，但有时候我可能就是无聊，然后就去这个 app 上刷各种各样的大家做的美食的图片来解解馋。因为在荷兰说实话中餐的类型有限，然后有很多时候在国内很常见的吃的在这边完全买不到，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上面看大家分享的图片来解解馋。那对你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渠道。那以上就是我这期想和大家推荐的4个工具。第一个是哔哩哔哩，适合想通过看视频来提高中文水平的朋友。第二个是微信读书，适合想通过读书加听书来提高中文的朋友。第三个是少数派，是对那些也想通过阅读来提高中文，但是不想读一本很长的书的朋友。那第4个 app 就是下厨房，是对中国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完美的一个学习中文的渠道。那这一期播客推荐的4个工具就是这些了。我在2年前有过另外一期播客，是第9期播客，推荐过5个学习中文的工具，在里边哔哩哔哩有提到过，但是其他4个在这里都没有提到。所以如果你觉得
我这期播客里提到的工具还不够的话，可以去听一听第9期播客，里边有推荐到其他的学习中文，同时是面向中文母语者的工具。那这一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内容对你有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